哎呀，还没结束呢。我要试图睁开眼睛。你还好吗，李志豪？没事没事。不许害怕。我们一起来。招呼你。这个 GoPro 谁不睁眼谁不走。咱俩谁是狗？来呀！哟，我们来。招呼。耶！刷起来！哇！像全新的脸基在底下。我没闭眼，你看清楚了，我一下都没闭。来来来！哇！还什么？他昏了吗？他昏了是吗？他昏了！变变，你去哪里？你去哪里？他灵魂在后面在追。我的！其实还好，其实还好，真的，我这一回真的没闭一下。回来了。休眠状态。我觉得我已经克服了过山车这个项目。我第一次真的还好，真的还好。我们在这过山车合张影吧。啊，挺好看的。你还没看到呢，还可以吗？我们都这样。不错不错，挺好看。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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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头贴吗？啊，摄像头在这儿。啊！5、4、3，这什么滤镜？我看见我的脸。来，快来！我没有脸了。来，这样。好久没拍大头贴了。又来了！拍几张呀？哇，很搞笑。走吧，现在去玩飞行的扫把。我们起来了。发际线没了。好，准备一下。感觉秀完成他心愿了啊，痛痛快快的跟小豪玩了一次。对，他们好自然啊，就一扫之前的阴霾与尴尬。对，这样就很舒服。没想到更爱了。你与地毯更近了。出来玩必须有假日果汁饮料啊！来，给你们分一下，来，你的葡萄，来，用假日果汁干个杯吧。来，干杯！这款葡萄假日精选西班牙 Bobo 葡萄汁，甜润可口果酸，真实好喝。这款桃桃假日精选优质国产白桃汁，口感轻柔沁心，喝完心情都好了。我们去吃点东西吧。好，去吃点东西。恰饭。哦，这里吧，就这儿吧，这儿。坐。Sit down。恰饭。那个，来这边吃。好奇怪，毛毛一直卡在中间哈，这个不错。毛毛在中间挺好的，当个传话筒什么的，我都很放心。有点晕还。小豪，你最想在哪将来跟你喜欢的女生表白？你这个问题问的太好了，我真的还从来没想好过为什么。我过往我的那些有多，就是不要讲这些，就是说两方都感觉到对方的那种心意的时候，自然的在一起了，还没有那种正式意义上的那种说我喜欢你，把这4个字蹦出来这样子说出来的表白的。其实也，我当时也是，也没有直接说呀。但你们觉得这个有没有必要？这个仪式感有没有必要？我觉得有。
工具人。毛毛，如果你要是表白，你会去哪里？我吗？选一个书店吧。书店，安静的书店。书店表白，对你送他一本书啊？也不是，就是不是，书店表白不一定要送书，好不好？对。看没看过《花束般的恋爱》？我没看过。对吧？看过。其实那就是我比较向往，就是2个人有聊不完的东西，是吧？你觉得金莲香会帅吗？我觉得你挺像他的呀，你就间接问我你帅吗？是这意思吗？没有。对他们长得有点像。你挺帅的。你对龙一什么感觉？美女帅。啊哇哦！我对谈恋爱这东西以前要是太理想主义了，我以前甚至觉得，哎，爱情这个东西是不能谈论的，你知道吗？只能去感受，所以我从前我都不愿意说这些东西。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子的？只有当你真正的谈了一场恋爱之后，你才会对你原来那些看法和一些东西产生改变。有可能，我也想过，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是的，就是因为你现在很执着和很专注于你自己的个人精神世界，甚至就觉得，如果是触犯到你那些点，宁愿不要，都不要去开始。真正开始了一段时候，有时候你是身不由己，你可能会被那些之后发生的事情所改变。是。弟弟怎么这么厉害啊？突然没压力了吧？人不在感情其中了。其实我觉得，经常自我剖析也很不纯粹，包括我现在这样思考，在我心里，某种程度上这也不好。你思考的太多，你也不纯粹。我经历过你这种阶段，但是有时候你是得不到解答的，在你这个年龄段，包括你在你这个年龄，思想还不成熟，还有很多方面你都没有接触过，你只能通过别人的视角，甚至是说你可以通过你看电影，你可以看书，你找到一个更广大的视角来看。突然会说了起来。不结巴，不结巴。所以你们真的会对今晚会有很大的那种伤心和离别感吗？我会有。讲实话。我会有。我还好。那你最不舍的人是谁？在这些人里面？我觉得都挺舍不得的。因为有的没有接触过，我觉得很遗憾，还没来得及跟他们玩就走了。然后有的接触过的，这就更不用说了，就是之后就很难再在一块玩了。对。李志豪，你有没有特别舍不得的人？哎呦，就是大家。有啊，其实所有人，我这一次还没有跟他们特别掏心窝子的讲话。没有机会说。也是没有机会，但是有快要撬动开我想要讲话的欲望的人了。不啊。我的男生里面的话，我比较想跟双双分享，他是发自内心的，双眼盯着你，两眼很炯炯有神的盯着你去倾听你讲话。眼镜也是没有必要戴下来。女生里面的话，本来我以为没有的，其实秀你肯定算一个我很想跟你讲，但是可能也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合适的契机。之前比较紧张，没有合适的契机，也没有找到一个很合适的切入口。我昨天说好像没什么遗憾，我觉得这应该算是一个我现在想起来比遗憾的事情。我觉得我第2天澳门那天晚上，就是吃完饭那一刻，是我最开心的。所以我给你留言让你不快乐了。当然不会啊。其实那天晚上我没有想到你会给我留言，因为吃饭的时候我说那个给你那个当天最想感谢的人，最想感谢的人，拿着热的那个饼干去喂，你觉得你第一印象最好的男生。谢谢。不用谢。然后你为了小鹏，然后我就那一刻我觉得，也挺好的。然后我就想着说，那一刻我想通了蛮多事情。对不起，是我让你不快乐了。不是你的问题，是我会觉得就是，当你没有很在乎的人，没有很在乎的事情的时候，就像你那天在牛背山，你为什么那么开心？因为我们把话讲开了，然后你好像也没那么在乎我了，然后我也没那么在乎你了，然后大家都可以不要聊天，然后本身就这样嘛，然后你笑得多开心，你看你前几天哪有这么开心过？因为你都有思想负担，你始终都会觉得，像你自己说的，你会想说，今天玩的怎么样啊？他到底怎么想我啊？他到底你会想很多，怎么回事？你不在乎说，你不会太 care 别人的感受，但你有一个比较在乎的人的时候，你就会产生很多那种，思考的情绪，就是你都会没那么开心。
我除了跟你一块玩的时候，其他时间都挺快乐的。你看吧，所以说跟我玩就不快乐，其他都挺快乐。总结一下，总结一下就是把我给剔除掉就好了。你知道我后面讲话，你看每天没有一句话讲的是清清楚楚的。你看孙秋，你没有听懂我一句话吧？没有听懂，没有，真的就是我跟他解释不沟通，通效率就是因为太低了。对对对，还得靠我。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喂！你靠你我就完蛋了，我跟你讲，那天就是靠你，不过还好有你。他昨天还能特别自信的说出，你们俩到时候就感谢我吧。看到他们俩最终这样，我也很欣慰，露出了老父亲的微笑。成功的被你搅和黄了是吧？我想问他有什么需要感谢你的？我真得谢谢你。我也得谢谢你告诉我李志豪特别害怕我要跟他结婚。我跟你说，这无中生有到这种极致，我没有讲过任何，谢谢，没有任何一个跟结婚这两个字相关的东西。我们俩需要特别感谢你一下。不知道其他组现在在干嘛？在表白呀，不知道他们以什么样的方式表白。其实这组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白哈，但他们真的现在的相处模式反而更舒服哦。更有机会了解彼此。你这句话的意思是，就是有机会，比之前更好。那这个 D 是对，不会了，不会了。我在想啊，这个地理其实挺有趣的。他们俩的沟通之间，以前都是互相在给对方压力的，而且其实他们可能不喜欢被别人一直推着往前。而且我觉得感情当中很多人是有逆反心理的。对，就每个人对这个的诉求其实是不一样的。对，你们会喜欢这种压力感吗？你说的是什么样的压力啊？有比昨天更爱我吗？每天问你几遍，我们到底现在什么关系？昨天他们在的时候，为什么不牵一下我的手呢？是不想告诉别人我是你的对象吗？女生基本上都会问。你也会问？但不是经常，没有很经常。会吧？我觉得女生都会，而且分情况。就是你自己会感觉情绪有到那个时候，你才会说出那样子的话吗？你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说，哎呀，毛毛你怎么跟着来了？跟着来了。如果今天毛不在，又没有一个中间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他们俩会不会又尴尬？我觉得会尴尬，我觉得会尴尬。毛龙一同学其实很有趣，可爱。他身上有好多标签啊，母胎 solo、理想主义、学霸，可能在生活当中不太懂得直接跟人去相处，然后非常非常的迷恋在电影当中去推理生活。我觉得他的特别是在他有在爱情上面的洁癖，你懂吗？就是他追求了一种完美的制度，可是就像弟弟刚刚在给他说的那些，就是你要去尝试，你会打破你本来的这些制度的，这些东西太限制你的第一步，让他没办法出发。好好奇他的第一个女朋友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人？我倒是觉得，其实他有很明显的变化。就以前他完全生活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书啊、电影啊，其实他没有接地气，跟这个世界有特别强的连接。但是呢，他走入这个群体之后，他发现每个人其实都活得那么鲜活，就哪怕表现的不是很好，至少我是真的，我是敢于去触碰、敢犯错的。哎，他就受到了触动。我觉得他现在渐渐的开始走向现实了。就这些人给他上了一课。是的，他确实也有在改变。对，他参与的过程中就长大了。板砖和哥哥，板砖。哇，哥哥出头啊，漂亮，可以啊。哎呦，好了，哇，好偶像剧哦！忍不住的憨笑。好了，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走吧，走吧，吃饭。我要坐这边，我这边脸好看。我猜到了，你坐。饭呢？不是吃饭吗？那饭呢？等一下吧。那有喝的吗？那必须的吗？哥哥，可以。那必须的吗？必须的吗？谢谢。
这个地方拍照肯定很好看。我说的是拍人，不是拍景色。这样吗？懂我意思吧？懂我意思吧？懂我意思吧？略懂。对，你不懂，我觉得你不懂。你说这里吗？还是手机支架能懂什么呢？你的手机支架能懂什么呢？我想问问。饭呢？我饭呢？真是的。来了。嘿，说什么什么到。谢谢。谢谢。我还挺喜欢这个的。多拍2张照片。哦，算了，还是我自己来吧。来。不是你当手机，你反过来当手。相信我，哎，好看。你竖着拍吧，建议你。啊，这样子吗？还有这个要求？好看，可以。会不会拍不知道，挺会喊的。哎，我觉得他拍的还行，有脸就行。哎呦，你给我看看先，我有点不相信了，怎么回事？哦 ，beautiful， 真的可以，你再来几个动作。不好看，我直接把手机扔湖里。等会儿，我真的。你是删掉了是吗？我真的会。一个比较呆，一个比较搞笑，在一起我觉得很好哎。是的。看怎么样？好真实，刚刚那个。仔细检阅。这样吧，你拿着先。我还是帮你拿着吧。对，帮我拿着。你角度这样一点，往下一点。这个角度啊。好，我就按，你说我就按。我岂不是个工具人？当然了。当然。高兴吗？挺美的。再来2张啊。好会拍照啊！很饿了也不吃哈。相机先吃。好了，差不多得了。可以。哎呀，很得意，你知道吗？你拍的。什么叫很得意？很威风？不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很得意呀？不好意思。那人拍就是要自信啊！而且我长这么好看，为什么不能拍？就是啊，我要狠狠拍，埋头苦拍，我要。挺好。埋头苦。快吃，好饿，我的妈呀！那个是什么？那个是沙拉吗？沙拉，这个正芥末很棒。就牛油果嘛。你可以试一个。谢谢。已经开始夹菜了。很辣吗？没有，就一下那个一下，很刺激。谢谢。给你吃。谢谢。哥哥其实挺贴心的。对，快哈。真不错。他就是那种不太会讲话，但是很有行动的那种，有眼力劲儿。对。跟哥哥在一起应该挺放心的，因为他不会对别的女孩这样，就很明显的。不能浪费，好吃完。好。哎，我说真的，就是我来这里之前，我感觉我的生活方式、我的性格，然后还有很多小毛病，说实话。小毛病什么？挺多的小毛病，就是像我其实真的不是很会夸人，然后就是比如说他们没吃完，我还说他们就是不要浪费什么的，反正我就感觉我，对别人来讲就是肯定是很奇怪的一个人，真的。还好吧，只是比较特别。我看了你这张脸，我想起一张就是光盘行动的宣传牌，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呢。我觉得你这样也很健康，我觉得你这样能活到100岁。最好是活到95岁不错了。你好像比我们刚认识的时候白了耶。因为我每天都在用翠雅银白系列，尤其是追光瓶，去黑换白效果可好了。你们之前去玩了什么？其实第一站嘛，在那个教室里面，要先自我介绍，然后我都没有听过你自我介绍，但是你怎么没有听过啊？你那个是太简短了。对啊，我不就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欣然，然后你们可以叫我板砖，因为美丽大板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嘛。我是男生，第一个介绍人。大家好，我叫李志鹏。Hello， 大家好，我叫
李智鹏，然后呢，好呆有点正经，你们可以叫我鹏鹏就可以了。很高兴认识大家，就这样。第二天是干啥你知道吗？我们去澳门划船。第3天我们玩了，我跟小吴去玩一个你可能会有点既感到兴奋又有点害怕的小电驴。哥哥好开心呀！今天我来开，你又要来开了？但我来开，某些人开车真的太吓人了。哇，太可爱了吧你这个眼！那我们就穿越到第3天。行，骑摩托车走。好。哎呀，骑摩托，敢不敢上车？要不帮你先带吧。没事，一样大的吗？一样的，可以吗？咋了？好甜哦。可以。小新，你就是先按住你这个。你先拉住，可以吗？可以啊。可以个鬼啊你！我可以啊，我可以。我虽然在后面，我来手动，好吧？好。那我先上车，请上。哎呀，哦，你来开是吧？对。啊呀！你不是你正常不小手，你就是就慌张。你这开的跟我开的有什么区别？我请问？可以直接罩在怀里了。好。你小心一点。我主要脚没地方放，感觉双脚腾空的骑。骑车是一个很好的恋爱。哇，还有下坡哎，你小心一点，不要加油门了。我加喽。你敢？加速啊！这一对现在出乎我意料的甜。你看，板砖都害羞的，害羞到一个不敢动，你知道吗？不敢动。3人是还蛮熟悉的，氛围感给到了，氛围感给到了。哇！我们舞会是第4天了，应该。你听我怎么好想看？我知道我的舞蹈水平，你要是看过之后，你就会目瞪口呆。还挺可爱的这个。哎呦，可以。哦 ，beautiful， 你教我吧。来，妈的，哥哥别跳舞。活动颈椎。附件。我是觉得你很好，很善良，所以，因为我最近也是有点就是不太像以前一样自然了，有没有发现？好像一点点吧，一点点。我伪装的比较好，可能。这边吗？其实我这个人挺木讷的，你知道吗？比较迟钝。对啊，其实我不太。所以我跟你讲的嘛。就是你对我是什么的感觉？哎呦，哇，就是好感吧。好感吧。刚女孩板正说的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妙。她说：“你们发现我最近变得不自然了。”因为我跟你当朋友，我就会很自然。对。你们不会才反应过来吧？哎呀，对。好感吧。你对我呢？其实我本身也想跟你讲，其实我，跟前几天跟你接触完，其实我对你挺有好感的。哇！但其实我也真的，就比如说我们在那个人多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接触，因为我不好意思，然后我又不知道怎么跟你搭话，就是不知道怎么接近你的时候，然后我也不知道你原来也有，然后不算吧，然后我就就像就是说你吧，就比如说我对你有好感，但是我确认你对我也有好感的话，那我就会开始逃避你，这样子吗？我会这样，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说一下，因为你可能就傻的就不知道我可能已经在躲避你了。
我现在需要抱抱 ，Oh my god！ 哥哥错，你可能就傻的就不知道我可能已经在躲避你了。好。鹏鹏 ，Hello， 鹏鹏，谢谢鹏鹏，鹏鹏可怜虫，笨蛋人，干嘛？怎样？你看看人家，玩心很重哎，有些人。哦呦，别管我了，不知道他怎么样了现在。别说走了，我挑了可以。别装哎，别给我装，拿着，别给我整日出那种。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吧？那个腼腆的呆子男孩，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呆子。就这句话，这句话也是金句哈。我还是很多那种小缺点嘛。然后我这个人很不会夸人，你知道吗？有时候还会说错话。我觉得我是个很傻，知道吗？就是，然后但是我其实我就不是很会表达。但是我觉得没关系，那你沉默也有沉默的道理。然后我是一个比较喜欢讲来讲去的人，那我在，就是我还是挺喜欢倾听的，我还是很喜欢倾听的。反而就是你要是不讲话，我还是有点不习惯，你知道吗？其实他们俩挺互补的，我觉得。对，是的。然后我想讲，就是就是说，我真的是，比如说我前几天就是有好感，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接近你，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接近你的时候，然后不知道怎么接近就害羞嘛。就是我觉得。就是要多玩几次，你才知道互相更多了解。反正之后就是节目后再接触吧。好，就之后再多了解嘛。好。还是女生主动的，你看。你能抬头看我的眼睛吗？就是我觉得，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吧。我也从，我要找时机跳上去。好看，换哦，你再甩一下。我拍个小视频，今天是我来这边玩的最开心的一天。这样，来，1、2。哎呀！哇哦！你别抖！跳下去！不行，不可以。我觉得这边是一个开始，也不是个结束。你看很颠簸哎，能不能看平稳点呢？是第一面颠簸。哇哦！加速。是握手吗？可以了，以哥哥的速度来讲，我觉得这个真的太厉害了，已经太厉害了。好想哭啊，哥哥这个很甜，哥哥幸福了，对，苦尽甘来是吧？没有想到，真傻人有傻福，一记临到头了，还是有好报了啊！天降仙女。其实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欣慰，是因为哥哥，对不对？但是我其实给大家报告一个信息，就是板砖，其实他在我们当时节目的报名表的时候填恋爱次数。他填的是0.5次，他其实只谈过一段恋爱，但是那段恋爱是非常非常的不愉快的，就是男生可能给他造成了一些不太好的一些感受，就时间也很短，所以他其实也是一个不太知道怎么跟男生谈恋爱的一个女生。我们看这个节目好像感觉不到，对吧？现在他找了一个像哥哥这样的，我觉得挺好的。命中注定。就至少在安全感上面是还蛮足的。是，我们都好替他们开心啊，就是那个确实很开心，由衷的鼓掌，比自己谈恋爱还开心。行吧，来各位，高甜时刻。高甜吗？现在高甜。接下来，我们将送上的篇章是夏日热歌，请欣赏。自如 APP 提醒您，精彩稍后继续。本节目由自如 APP 独家冠名播出，上自如即盲盒，赢全年房租减免。本节目由每一颗都为这一刻的葡萄假日首席特约播出。本节目由4周耀白素颜自带高光的翠雅银白系列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嚼出甜蜜心动的阿尔卑斯果然好嚼赞助播出。葡萄假日提醒您，精彩继续。
本节目由自如 APP 独家冠名播出，上自如即盲盒赢全年房租减免。本节目由每一颗都为这一刻的葡萄假日首席特约播出。本节目由4周耀白素颜自带高光的翠雅银白系列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嚼出甜蜜心动的阿尔卑斯果然好嚼赞助播出。来，各位，接下来我们将送上的篇章是《夏日热歌》，请欣赏。我看一下他们能甜到什么程度。甜过初恋。哇，天哪！花海哦。他不会求婚吧？不至于吧？不会吧？求婚我肯定要在现场啊！我们俩一定要在。对，要去。好漂亮啊！这个太幸福了。对啊，你说老了80岁再看这个。哎呦！啊！哇，呀，风太大了。哇，放斜一点嘛，放侧一点。完了，花又掉了。哎呀，狼狈。好事多磨，好事多磨。来了。来啦，女主角。哇，我准备好尖叫了。哎呦，哎呦，这就是明明已经做好了准备，但还是会觉得甜。没想到吧？没想到。你先别动，挺帅呀，你先别动，你先别动。啊哈。跟你说实话。嗯哼。其实我一直非常喜欢那本书，叫《小王子》，因为我觉得它会把我们的童真，包括很多东西都记录在里面。所以呢，我就有一个习惯，就是把每天我想说的话都写在小王子日记本里面。从来这里之前我就已经开始记录了，然后今天我想把它送给你。祝未知旅途的新朋友，见字如晤，好久不提笔，发现自己近乎快忘了写字的感觉。为什么要准备这样一份礼物呢？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数字媒体的时代，我想真诚地与你分享，文字会显得更有诚意和厚重些。所以，我叫王子凡，你也可以叫我热能。那你呢？我叫你王老师呀。我想叫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夏英哥。哦，好浪漫。夏英哥，好甜哦。今天我想带你参观一下我的星球，可以吗？你愿意吗？好会啊！其实昨天呢，不是没有给你留言。Oh my god! Oh my god! 哇 ！Oh my god! 昨天没有给你留言，对不对？故意的。今天有9条留言想留给你。9条留言，一切是。夏英科同学，你好呀！第一天的遗憾是坐在你旁边的这位同学，不是我。但是呢，你可以把这张手想象是我的，我有一个脑袋放这，然后手是我的，对。夏英哥同学，你又好啊！今天我要说一些数字，123 kg， 233米，还有0。知道为什么是0吗？因为没有给你留言。对，其实那天真的非常生气，但是突然看到你的脸的时候，我就觉得现在生气不起来了。你现在就生气不起来了。天哪，坐上时光机了，这2个人。你好呀，夏英哥同学，今天是我们一起约会的第3天。今天最开心的一件就是大冒你了一顿。盖帽确实很快乐。今天呢，是我们
没有约会的一天，但是呢，在舞会的时候，还是有偷偷给你准备惊喜。哦，那个戴项链。刚好我碰到一个名场面，是一个我时时刻刻做什么事都会想到的你，我很开心，你也能接受我。哇！我不行了，哦。这一天真的是咱们第一次从夏天转到了冬天，一起戴针织帽，一起穿厚厚的棉袄，一起，哎呦，太浪漫了，抱在一起。虽然说藏袍很美，但是穿上藏袍的夏英歌同学就更美啦。姑且称你为藏族落跑公主吧，被我这一个放牛娃给拐走了。哎呦，我把我最想给你的东西给你了，你在我心中永远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没有什么能够概括你。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好会表白哦。对，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加分。记得他那个香味吗？就是什么草啊什么之类的。好会啊，小小年纪，怎么想得到？怎么想得到？怎么会想得到？我特别喜欢这件衣服，咱们俩穿起来就特别的配。特别是我把这张照片发给我妈妈的时候，妈妈说，看起来还挺幸福的。她说我们可不可以再做一次这个姿势？是这样吧？对。这是最后一天，也就是昨天。其实昨天我有故意在气你，所以昨天咱俩就没有合照。所以这是我偷拍的，这是你在留录音笔的时候。王子凡晚上好呀。王子凡晚上好呀。王子凡晚上好呀。王老师晚上好呀。王老师晚上好。王老师晚上好。Hello， 英哥，这里是小能。Hello， 夏英哥，夏老师，我是小能。Hello， 三步上篮很厉害的夏老师，这里是小能。Hello， 夏老师，每天都把这个最心痛的东西交给你。终于和你见面啦，我最亲爱的夏老师，我最可爱的夏英哥宝贝，我最亲爱的小夏同学。我想把我认为最好的东西全给你。我相信咱们之间会在某些时刻达成信息同频。夏英哥同学。这只是我们一起经历的9天，我希望之后的每一天都能够和你一起度过。我希望之后的每一天都能够和你一起度过。你愿意做守护我的那颗星球吗？我愿意。我的妈呀，我愿意。太好磕了！哇！我祝你们幸福。你们会有那个艺人参加恋综吗？如果搞的话，请叫上我好不好？我也想去。你去过了？给你吃个这个吧，这是我最近最喜欢的软糖，选个味道尝尝吧。那我们拆个百香果味的吧。哇，是我最喜欢的味道，你怎么选这么准？你喜欢的我当然记得啦。哎呀，你快吃吃吧，里面添加了奇亚籽，很健康哦。百香果的味道很纯正，感觉有真的果汁在里面，甜甜的但又很清新，和你一样哦。那个架子上的照片拿给我吗？好。你知道吗？我今天像是来考试的一样。为什么？就是其实还挺紧张的，你知道吗？我也很紧张，我超紧张。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呢？挺多的。就是整个旅程，我给每天取了一个名字。
第一天就初见嘛。初见。哦 ，Hello。我知道你其实一直很坚定的有在选择我，但是其实我也一直很坚定啊，因为我是第一天就选择你的那个人，所以说其实是我先向你迈出了第一步。然后，哎呦，我邀请你吧。哇啊，我的荣幸。第二天是跨境。跨境。我们跨过了了解对方那个边境线，我还挺欣赏热能的。我一直说夏老师。然后也是在那一天开始跨进对方的心境。对。然后这是第二天的东西，拍立得，还有飞索的门票。第三天。第三天，你猜叫什么？第三天打球。不是，第三天叫双双。啊，双双对。因为有2层含义，因为第三天其实是我们2个人一起去做一件事儿，然后这个是 double 的意思。double 的意思。对。第二的含义，双双也是个见证人了。行，那回去其他对。第4天叫烟花。其实那天晚上我没有看到烟花，但是有我们2个在心里面迸发出的火花。都好会说呀，他们。哇，他们俩都太会谈恋爱了。我今天在古着店给你买的，就是我觉得它很适合你的感觉。谢谢王老师。这个项链，我把它装进了盒子里。好。第5天，名字就叫 CA2678，是我们的航班号。然后这是我们2个的机票。我终于知道神仙爱情是什么意思了。天哪！第一次和王老师一起坐飞机，一起视频给你吗？视频给我。对。都跟妈妈视频过来。哦。航班之后，我们就经历了短暂的分别。对。在分隔的期间呢，我录了 vlog。终于可以给我看了。你好呀，王老师。你在吃橘子？对啊，是你买的橘子。天哪，全是细节，太难超越了。只有他们2个才能超越自己。对。然后咱们现在就是在吃王老师买来的水果，给王老师点个赞。这个超好吃。还没有待那几天了，就突然又分开了好几天，但是咱们就是一个马上就可以相见了，小别胜新婚。在遇到王老师之后，我确实改变了不少，因为我之前确实是一个比较强势的那种类型。咱们在外人面前的形象是无坚不摧，没有弱点。然后遇到王老师之后呢，然后我觉得就是可以把自己的 back 留给王老师，因为王老师会怎么说呢？他会非常可靠的给到你一些支撑，你会知道永远有个人在你身后，就是非常好，非常厉害。然后给王老师再点一个赞。再夸我嘴巴秀上天了。王老师 perfect。而且出隔离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家长一样就是。以往的我是不会这么做的，但是在王老师这儿，一切都会变成魄力。然后咱们还是浅秀一下王老师送的项链，非常好看。好的，我们就线下见面。还有吗？没了。OK， 那我们先站着休息一会儿。要才要啊！没事吧？裂了。隔离之后再见就是第12天呀，那一天名字叫拥抱。我在房间里的时候就听到你呼啸而来，然后我也就冲了出去。对，我记得那时候我把行李全扔了。本季最名场面，我觉得。对，真的，哇！第13天，其实名字叫 First Time。第一次单独的双人去约会。没有任何人的加入和打扰，然后有牦牛。第14天的名字呢，它的名字叫答案。我今天的许愿瓶里面装的就是一些关于我心中你的味道，没有任何一款香水能够真正代表你。真的绝了，真的绝了！这2个人真的太配了。就是你觉得没有什么味道是可以定义我的，是满分答案。第15天就定义成秘密，
这个是我，因为那一天就是大家都有分享自己秘密的环节，感觉就是可能大家也更了解彼此。对。昨天呢，我把它定义成备考。备考。因为就是我们两个应该都就是在想说要给今天画上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句号。今天其实就是应试。那你觉得给我这份答卷打几分呢？101分，101分。哇！甜死我们得了。多那1分给我自己，好吧？哦，给你100分，我拿1分都行。哎呦！太会了，太会了！但凡毛毛能长这张嘴啊！所以这是我给你的回答。其实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只是我们的开始。所以以后的日子很长，来日方长。来日方长。来日方长。哇！他记住了我说的每一句话。你对我来说真的是我非常中意的人选。觉得遇到你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你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谢谢你能出现在我的人生中。安全感这个东西吧，我会选择为你承担。愿意为了你放弃所有的风险规避措施。好吧，兄弟。你想到了吗？我的天哪！帅不帅？哇 ！Happy ending，Happy ending 啦！看的就是啧啧称奇，哇哇惊叹。哇，我觉得这是所有恋综里面最甜的了，已经顶了。这个太顶了，这个101分。为什么可以这么幸福啊？愁的呀，咱老妹儿都怀疑人生了。不是，我觉得就是也很难得，因为他们这几个人是有限的，他们来了互相认识，然后就是两个人那么。这个就是看得对眼，然后又那么，我觉得太难得了。缘分，这是命中注定，这真的是命中注定。还有，我觉得还有一件很感动的事情是，他们都很年轻，可是他们让我们相信他们，是就感觉很靠谱，对吧？他们让我们相信爱情。对，他每一个点点滴滴都记录在他们心里。对，然后还把很平凡的瞬间命名了一个昵称。一下子这一天就属于他们2个人了。是对，没错没错，真的学到，真的。我在想，看这节目的，如果有对象的人，会不会看着对方说，看看人家，再看看你呀！哎呀，其实我觉得他们俩这么甜，有一个很大部分的原因是，他们俩都是那种爱人的能力很强的那一类人。对，很会表达。我记得当时夏老师说过一句话，说没有男生喜欢我，那又如何？他其实就是因为有了这份自信，他才能有更多的能力去爱别人，去感受别人。在他们身上，我觉得学习的不仅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些非常真挚的，然后也非常有趣的一些表达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其实也应该更多的去学习他们身上那种自信。所以，如果大家还没有遇到那个你特别喜欢的人，我觉得现在也可以让自己沉淀下来，等到有自己喜欢的那一天，你也可以像夏日热歌一样，持续的释放你的热能。你说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不能天天见面了，会是什么样子？毕业租房选自如，更自如。狗狗。
岁月静好也挺好的。